今天啊，我先稍微介绍一下，我相信所有我的频道上的人都对 Andy 非常熟悉，应该没有任何一个人不知道 Andy 是谁。今天用直播这个方式啊，其实我们也没有想要聊特别多牌谱本身，我们想聊更多的是跟 poker 相关、跟生活和 poker 一个更广的问题。因为 Andy 的打牌的时候，这个打法一直都非常犀利，有观赏性，所以我这边的观众大家都喜欢。Andy 这样吧，因为我知道你的英文比中文好，但是没办法，今天观众我们都是讲中文的观众，所以你就勉强继续说中文。我的 plan 就是说，我尽量用我的中文给你的 viewers 去听得懂，但是有一些比较难的，我就可能用英文，然后你就帮我翻译给他们。OK，那这样，之前我看你那边有观众啊说特别想知道有一手牌，我们就说从这手牌开始吧。好，就是你知道有一次我也做过这期视频，你有跟 Garrett 在一手牌，应该很多人都有印象啊。对，就是 Andy 口袋2那手牌。对，有很多观众都想知道，然后让我解释，我也解释不了。这个我好像你有做一个影片是讲这个手牌的嘛，对不对？对，我有做过，但是当我讲的时候，我就随便胡说的，因为不懂。John's gonna bump it, and Garrett's gonna come in with a 3-bet with Ace 10 offsuit. Gonna punish John's button isolate. 不认识我跟 Garrett 的可能会看到这个手牌，然后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怎么会22，然后加注，然后再加注，然后为什么我会跟下去这样子？从开始就是他这样加注的时候，然后我拿22再去加他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22的这个牌，就是如果我没有中到我的2，跟 Garrett 特别是跟 Garrett 很难去打下去，所以我就先加注他。对啊，我就用22去 bluff 他，然后再加上我有位置，所以我觉得去 raise 他是比较好。然后当他又开始 raise 回来的时候，我发现 Garrett 他喜欢拿这些牌，就是 A10啊，他自己不想 call， 他就再加回去。所以在翻牌前，我已经有一点的 idea，就是他有可能就是这些牌，就是有 K 的 blocker 或是 A 的 blocker。对，不一定是A K K Q Q 这些牌。你是 limp raise 到 4 bet， 但是他有5 bet 回来。对，他5 bet 到12000。对，不过我没有位置是绝对不会 call。对。Oh, Andy makes the call. This is insane, though. There's $24,000 in the pot. 我 call 了之后，这个9983掉了，我觉得他打这个8000 down bet 这个。我觉得就是，当然是我 call 是很 risky，因为真的就是如果他真的有牌的话，我就是2 out 而已。但是我的计划就是真的就是看他要怎么样去继续打，真的就是用位置的优势去跟他打。所以他打这个8000，我就觉得可以再跟一次，可以跟一次这样子看。你是觉得这个打法是非常非常针对 Garrett 的，并且是因为你很了解他才会有这么打，是吧？一般你就跟别人的话，你都不会这样。绝对是不会的。我看我现在这个桌上，我看 Garrett 左边、右边跟左边的玩家是绝对不会，所以我就大概就是有这个想法，在转牌 flush 进来，然后我觉得如果我没有那个2那个 diamond 的话，有可能会 fold。当然说，就是说我的 diamond 是最小的，所以我9个 out 嘛，对不对？如果中到的话，就是说因为有位置，所以才可以去 call。因为真的如果掉了最后一张牌又是一个方块的话，我相信他如果没有方块，他没有位置，他是非常难去再打第3枪，因为看起来是我手上一定有一个很大的 diamond， 我才可以跟下去 turn。就是他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我靠这个 turn， 不管我的牌是 A diamond 还是2 diamond， 我觉得他没有 diamond， 真的掉 diamond， 他没有办法打，因为我就是用我的位置啊，对吧？所以就是再加上我有 flush draw， 所以最烂的 flush draw 还是 flush draw， 对，这首真的很经典。Gosh, we're seeing a $70,000 pot, and Andy wins with deuces. 最后他看到你那个，因为你们 river 都是 check 嘛，
然后他看到你的 pocket deuce 的时候，就我不知道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或者你们之后有没有再提起这手牌，或者他看到你是口袋2的时候，会不会特别惊讶？特别惊讶。然后重点是我有一点是故意去这个机会，就是说我可能是在输，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长久时间对像 Garrett 这种对手，就是你要去让他知道说你在有一些情况你会很黏，因为如果你不让他知道你很黏的话，他会就是一直去在乎你，他就会一直用这个情况去用他的 stack 去 apply 这个 leverage 怎么讲？这个我们升筹码就是用这个 leverage 的技术更高了，在这方面。对，就是用你后面的筹码去去攻击你，就是你后面我很深的话，他其实是害到我自己，因为他会就是说我今天如果短码我就推，我不相信他我就直接 all in 他，但是因为我后面还是很多筹码，所以他会用这个筹码去让我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在有一些情况我是故意去，我不确定，我可能是在一个情况可能是50-50他有牌，不知道是有牌还是没有牌，但是我的目标是有一点不相信他，然后再加上我想故意去让他知道说，我跟他打牌的时候5 bet 4 bet 我不会那么容易去放弃，我想让他知道我有时候我也很黏，所以他就不会很多情况我自己有 draw 啊，或是我的牌是很 marginal 的，就是不是很强的，我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他摊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历史就是很多情况我就是不会 fold 给他，不会相信他。对，也是因为你们这样，也是因为你们两个人是这样，所以大家才爱看。就觉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觉得 Live at the Bike 上面最精彩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打来打去。对，可以说是算是很 lucky 吧，很 lucky， 因为对跟 Garrett 打真的最难的就是他很 balance， 在这个情况不能说他每次不可能会有 QQ、AA、KK 这些牌，但是应该可以说这个玩家是如果是有在这个桌上有任何 bluff 的，在这个情况就是 Garrett， 其他是没有 bluff 的，就是不用去想就直接连翻牌我不会，我连3B 都不会，就直接 fold， 就是对吧？对，特别情况。OK， 那这手牌我觉得大家其实感兴趣的都是因为它很特别，然后你也分享了很多你的想法。这样我们也说一下你的整个学习 poker 的经历吧，因为大家在华人里面大家都觉得你可能是最厉害的，大家可以在电视上面看到最厉害的几个人之一了。我知道你已经打了17年的牌了，所以你可能从20岁不到20岁就开始，你从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 poker 的？其实这蛮有趣的，这是2000好像反正就差不多20年前，就是那个poker boom， 我们怎么翻译？就是在美国是就是 boom， 就是突然 poker 很受欢迎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对，就是那个时候我是刚开始在电视看到我去我的朋友家，然后他正在放这个 World Series of Poker 每年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就看到电视上他们在那边看，然后他们很兴奋的在他跟另外一个朋友在讲这个，然后我就很好奇，这是第一次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就问他说这是他们在玩什么，然后他就教我，然后自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玩一些在学校一起玩一些很小的一些私人的 home game 这样子比赛的，对，就是一些朋友一起玩，然后就自从那时候我就爱上 poker， 然后每个礼拜都很期待就跟那些朋友玩，然后发现好像每次都可以赢到他们的钱，因为我那时候是学生，然后我很穷，就是你觉得 poker 最吸引你的是什么？觉得我喜欢的就是说，我发现这个 game 可以赢钱，可以赢钱，对，然后再加上这个 game 是需要技术的 game， 就是说当然是有运气的，但是最吸引我的是知道说我如果比这个人打的比较好的话，长久时间我可以赢他的钱，所以我想赢我所有的那时候大学的这些朋友的钱，所以我就一直研究，一直去想这个游戏的，一直想去玩。那在那个时候，因为我想在
2000年左右，其实学习 poker 的方式没有很多，不像现在有各种的学习的平台、软件、网站。那个时候你用什么方式来提高 poker 水平啊？第一个就是我就是去美国的很大的那个书店，叫 Barnes and Nobles， 就是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书店，就是直接先去买所有的书。对，我记得我书就是，所以你真的有从头看到尾啊？几乎有去翻，然后因为那时候No Limit 的 No Limit Texas Hold'em 比较少，就是内容都是在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说 limit 的 game， 但是我还是有看，因为一些 limit 的想法跟 no limit 还是可以有帮助，所以我就是先读很多书，然后再加上就是头脑全部都是支持 poker， 就是睡觉啊，然后在上课啊，不管就是一直很期待下课，然后去赌场去玩，就是花全部的时间，就是会觉得那个时候的书，那个时候的书，你觉得如果放到今天一个新手来看的话，还有意义，还有价值吗？很少。现在 poker 已经变化太大了，就是现在的人学得太快了。现在对，就是现在这些什么 solvers， 就是电脑的软体啊，这些表啊 ，GTO 的表啊，就是都没有存在，然后也没有人去想 poker 是这样子的一种游戏。他们不会去用这种想法、这个逻辑去想这个东西，所以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对，你觉得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poker 成为你生命中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从你刚接触，可能它对你来说并不重要，只是一个娱乐活动，一个玩的东西。但什么时候变成很重要？应该可以说是在上班的时候，然后发现一直是在看外面的窗户，就是一直在想希望可以在其他地方，就是赌场，就是一直在电脑前面做事情，在办公室，然后就一直觉得就是怎么头脑都是 poker， 就是对，应该是可以那个时候，当然是说也开始赢很多钱的时候，就觉得有信心对这个 poker， 然后真的是有兴趣想要去学。我是慢慢的就是打很小的局，然后慢慢来的。对，就是说我应该是可以说，很多人会问说，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真的是可以说，不想跟家人有任何的，就是欠，就是说用这个钱去做这个事情，打 poker， 所以才会打那么久，然后慢慢17年中的时间，用自己的资源跟就是找办法，就是打到现在这样子，就是很长的时间才会这样变成今天这样子。因为我小时候就开始打很小的局，然后就是慢慢就打起来。对，所以所有的钱都是我自己的，然后我也不会去卖这个 action。很多人问说，在 Light Bike 是不是全部都是我自己的，全部都是我的 action， 我从来不会卖，我也不会买。你真正进入了离开了之前的办公室的工作，开始打更多的牌之后，它跟你之前的想法有很大变化吗？还是其实就跟你想象的一样？我觉得有一些不一样，也有一些一样。应该是说，让我觉得一样的，就是吸引我的，就是说，因为我的个性，我觉得我是比较内向的，是内向吗 ？Introvert 是 introverted 是内向吗？对，就是说我不喜欢那么对，我不喜欢那么 social， 就是跟人家。我在学校的时候都是也是不太喜欢讲话，然后没有太多很好的朋友，所以就是说我想象 poker 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的游戏，就是可以去赌场，然后坐在那边，然后就整天我只要专心打牌，然后不用去跟人家讲太多话，就是只要去想办法去赢就好了。所以这是像我想象的，就是。所以其实这样你很舒服的，你是很舒服对吗？在那里坐着不用讲话，只要专心打牌。非常喜欢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适合我，就是继续去玩，因为就是有一点像我的 escape， 怎么讲，就是逃避的嘛，就是离开社会的自己的空间。对，就是我去赌场，就是这就是我的时间，然后就直接去，然后朋友都找不到我，然后就是自己去玩，就是这样20小时这样，然后就消失，然后就是消失在这个时间里面。这样子的也有它不好的，就是说我觉得
最近开始做 YouTube 啊，然后就是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在亚洲啊，这样子接触很多新的朋友，就是我觉得social 一点是真的是在 poker 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发现打 poker 的有一个不好的就是真的是有时候很 lonely， 就是很怎么说，就是都是一个人，然后对，然后都是在自己的头脑里面，所以如果你去赌场，然后也是把自己就是放一个墙，这个感觉长久时间，如果就是有时候输很多钱，然后自己也在心里面，然后你也没有再去正常的去 social 跟人家 social， 我觉得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 social 一点，然后可以就是像很 focus 这个 game， 但是也可以找办法跟人家 social， 我觉得是很好的。这个应该是说，如果打的 stake 小一点的话，可能更容易 social 吧。如果前面摆的像你每次前面摆那么多钱，就很难放松来 social 啊。对对对，真的是，应该是可以这样说。对，应该也是打也蛮久了吧？对，我大概是从2014年开始，我2014年大学毕业，就是我最开始其实一直在输，然后就有朋友跟我说这个游戏不适合你。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输，是因为我总是去 bluff， 但是我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去 bluff， 就是觉得他 check 给我，我没有收到，我就 bluff， 是这种感觉。那个时候不懂嘛，所以就总是输，然后朋友就跟我讲这个游戏不适合你，我就会去看了很多 tutorial， 还有那个视频啦，看完之后我还记了很多笔记。但很快我就其实比周围的这几个朋友就厉害了。其实，在最开始进步是很容易的，因为大家水平都低嘛，你随便学习一点就超过别人。那 Ronnie， 我好奇你是什么东西是让你想要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去做这些分析手牌的影片开始的点？最开始，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学习的方式就其实主要是在 YouTube 上看其他的人来讲，但是都是英文的所以我觉得既然英文有这些讲这些的人给很初学者，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讲一点。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影片的时候是好像有蛮久了，好像一年前就有知道有人有发这个 link 给我说，你知道有人在说你的手牌，然后那时候你还没有那么多是我的，所以我就没有关注的太多。但是后来我发现有很多都是 live 的 bike， 然后刚好就很多是我在里面，所以我就开始听。你感觉这个人怎么总说我？但是我发现不只是可以学到你对这些玩家的想法，但是我可以学到就是怎么样讲这些，就是中文的部分讲这些 poker 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就是讲 poker 的那么多，真的是还没有回来亚洲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去讲poker 的东西，我不知道是怎么，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是都是慢慢学的，听你们这些讲很多，我就这个 river 真的就是河牌，我真的就是觉得很好笑，就是直接这样翻译。对，其实我最开始也是去查了很多词，因为我学的时候也是用英文学的，然后很多词我也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包括有很多词是没有中文的解释的。你很适合就是当official 的这个翻译的人，就是你想要用什么字，你先用这个中文，然后大家都会 follow 你。我觉得你可以，因为你现在是最多人看，在做你这个 share 这些影片的 analysis。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太多的视频可以做所以也希望可以做更多 poker 以外的东西。所以就像你平时你发的视频，有讨论生活中的东西，有去吃东西，然后聊天这些我觉得很有意义啊。只要是你觉得自己所想过的东西，你的经验都是值得分享给大家的。对，目前就是一些美国的一些朋友不知道 poker 在其他地方是什么样子，因为其实我还没有回来亚洲的时候，我是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也是想要分享这一些部分给玩家，然后同时也是让在台湾的新的玩家也可以了解更多 poker，
就是帮忙推，就是有点像你刚刚说的，就是contribute 给这个 poker 的 community 做一些内容啊，这样子，我也是similar 的这些想法跟你一样这样子。我有一个朋友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想问你觉得你自己在 poker 上面什么地方最厉害？这个应该可以说是我不会我是一个我的个性是不会放弃的人，就是说我觉得我适合打 poker 是因为不管你把我就是打下去几次，我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会一直在起来，一直在试。poker 就是需要这种个性的，因为当然是大家都会输，然后有时候就是会一直输，可能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的个性是比较很容易放弃的人，那就可能不适合。对，但是我的个性刚好就是我不会放弃的人，我的就很硬，就是你越赢我就越想要去找办法去打过你。所以其实不只是很有决心，是有一点决心到有一点傻，就是说我应该要放弃了，但是我因为 ego 太大了，所以我不愿意就是让自己说失败。对，应该是可以这样说。所以你觉得你厉害的地方是你的性格上面的优势，而不是你在某一种技术上面的优势啊？对，可以这么说。对，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对，不是游戏上面，因为我觉得游戏大家都可以学，但是有一些部分个性是你是还是不是不能，这是你的个性，所以很难去改这个东西。那到现在你觉得你自己最需要进步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没有耐心，还是有这个问题，因为当你在打比较大的局的时候，大家都是有比较大的决定要做，所以正常自然的这个局会比较慢，因为人家要想很久，因为很多钱，所以不耐心的时候跟上头是因为有时候你在输很多钱的时候，然后可能1个小时，就算说很快的发牌的，可能只看到20个手牌，或是更少15个手牌，是非常少的。之后现场的来说，所以你就没有机会可以去打，可以去赢回来这个钱。所以不耐心的时候就是会一直想要玩，你拿到什么牌你就随便玩，因为太慢了，局太慢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现在还会这样啊？还是会，就是打了这么多年还是会这样的。还是会，真的是因为真的有时候是太慢的，有些玩家很多人就是受不了，就是所以我们 live 的 bike 才会有那个 time chip， 就是那个橘色丢进去那个买时间，因为我们就是发现如果没有那个的话，人家会想太久了，然后大家都会很不耐烦，对，就会 tilt 啊，就会开始烧啊，然后又加上没有牌，然后就再加上你再输很多钱，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一定会让人家觉得就是打不好。对，你有没有在什么时候觉得，哎，你可能自己需要找一个水平更高一点的 poker 教练？在曾经啊，有没有别人可以教你？你觉得请一个教练这种事情你怎么看？应该可以说我很希望是可以有一个玩家可以讨论一些牌的，我从来没有一个朋友是可以讨论，像我不会跟没有过。没有，真的没有过，因为我不会跟 Live the Bike 的那些对手讨论任何的 poker 的事情，因为我不会去让他们去了解我的想法。我的朋友都是玩比较小的局，所以没有办法可以跟他们讨论这些东西，不一样的情况，所以对，可能以后就找你了 ，Ronnie，就下次我有 poker 的问题，我就打电话 ，Ronnie， 这个你。我可以跟你说 Fish 一般都是怎么想的，我不能告诉你应该怎么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错的打法是什么。因为在亚洲，其实很多年轻人都是刚接触 poker 啊，就是这个文化还刚刚开始嘛，热情也很高，然后玩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其实大环境啊，整个亚洲我觉得都不算特别支持，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就是对比欧洲或者美国这样，你怎么看？好像是这样的，我感觉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有比5年前好很多，就是现在已经开始比较受欢迎，然后我觉得慢慢再多一点时间，
会越来越多，就是很多人会开始接受这个东西，然后也会更多人知道 poker。你反而你对亚洲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是吗？你觉得前景还不错？我还没有够时间，就是去多了解，因为其实我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我还是想去，我还没有去很多亚洲的国家都没有去过，然后希望就是疫情结束多旅行，然后多去看，多去认识新的朋友这样子。对，除了 poker 你还玩什么其他的游戏吗？以前是很多游戏，就是现在是比较少，但是其实我小时候成长的时候，我哥哥，我有个大哥哥是蛮大的影响到我，就是我们喜欢玩很多，一起玩一些电动的游戏，或是不管是象棋啊，还是不同的游戏，我就是一直是有这种挑战的，喜欢挑战的自己的这个心，去学这些游戏，然后想要变很强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自从我会打 poker 之后，我就对其他游戏的兴趣都不大。因为它就是它的 variables 太多了，就是每一个情况都是有点不一样，然后你要去动头脑，然后去想，就是所以才会那么久。只是在美国，就是还是有玩家，就是每年都有新的玩家这样子，是因为这个游戏真的是很多 variables， 所以不是黑白的，所以才会很多人去讨论，然后喜欢玩这样子。你知道周围有很多 poker player 他们有做这个 meditation 吗？很多，对。你觉得有用吗？你有试过？我没有，我有试过 meditation， 但是我没有像他们就是很 dedicated 去每一次每一个局，或是每一个礼拜几次这样子，或是去一个 class 去上一个课去。我是有试过去这样子，但是我知道很多玩家在美国是非常对这个是觉得很有用的。然后不只是在打 poker 的方面，是为了他们自己也很好。生活的方面就是很重要，就是让你的头脑就是。我有尝试过几次，我每次都会睡着，肯定是我用的方法错了，因为我很多年前有试，然后就每次都睡着。他们好像有一些 app 嘛，不是？现在有一些很帮你怎么 meditate 的 app， 直接用手机开，然后就用耳机听。我有看。对，就是很多这种东西。对，美国现在他们对 poker 就是已经是变成说像你刚刚说的心理的 meditation 啊，吃的啊，就是你的 diet， 你选择的吃的食物啊，他们是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你全身体的状况，你打 poker， 因为你要可能打很久的时间。我看到了一个观众在我这里留言，想要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好奇你在 Live at the Bike 的时候，面对那些露大胸的女玩家，怎么 focus 打牌？什么样女生会女生玩家，就是会有一些女玩家穿的很少来打牌。他说好奇你怎么 focus？ 不会影响到我，因为我实在如果说实话的话，在赌场我没有遇到过是就是喜欢过的。如果穿的很露，就是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影响，我就是当做是看到他的筹码而已，就找办法去赢他的钱。是男是女是老是多大年纪都没有关系，只是一个对手而已，对吗？对。但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其实就比如说 Jennifer Tilly，他每次都是这样出场嘛？其实你觉得这是他的一种 strategy 吗？还是他只是喜欢？当然是他自己的他的风格而已。没有，当然是，那当然是啊，就是说可能应该是说这些女生玩家是因为知道我们男人心就是会去很容易被 distracted， 就是在牌桌，可能就是说如果他们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打法，让我们打nice 一点，不用打那么凶，或是有一些情况让他nice 一点。对，就是应该要打，但是你因为他对你一些 flirty， 就是一些这是什么放电吗？还是怎么讲？就是说故意去你就过牌，就 check 给他或怎么样，就是你知道那种小细节应该会就是他们知道是会影响到的，所以才会
才会有这样子打，要不然他们也不是为了自己穿那样子那么露，不是为了自己啊，对不对？是给人家看的啊，所以其实还是重要的是这个牌打的本身好不好看，并不是人好不好看。所以最后我才做你的视频做得多，做你和 Gary 你们的视频，因为到最后其实所以你是说我人不好看是不是？你是这个意思吗？你可以下次穿得更好看一点，这样你就两个都有了。但是 Ronnie 你有一个影片真的是就是说我瘦了，那时候真的是很瘦，然后我就是有听到我就回去看，然后发现哇真的是就是胖了超多的，看以前的样子真的是，对这是谁啊？这是我妈，这是。我这边有观众问你有参加 WSOP 吗？你觉得对这个怎么看？我是之前是每年都会去，对，每年一次的一个 trip， 就是可能会留几个月这样子住在那边，然后对，但是因为最近疫情，所以就是应该是就算说他们有办的话，我可能会等到安全一点。WSOP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我推荐在看的人如果还没有机会去的话，然后喜欢 poker 的参加这个每年没有办的这个是真的是一定要试试看的。我还没去过，我一直还没有去过，下次找机会可以一起去。是啊，那边真的是因为在那边住在那边的话一段时间，然后每一天的日子都是 poker，一定会有很多就是很 crazy 的一些 stories， 就是其实我蛮多在 Vegas 的一些故事，蛮好笑的故事。就是有一次比如说我在 Bellagio 那边打一些局，然后我桌上9人桌可能只有我唯一的亚洲人，也唯一的在美国的，其他8个玩家都是不同欧洲的国家的人，有西班牙、俄罗斯、德国，就是，然后他们每个人都会有说自己的语言，然后只有我是讲英文的，然后就是很特别的一个 experience，所以我没有这样过，就是全桌都是不同国家，然后再加上我们那时候那个局是疯狂到，就是我打了好像快3天，对我记得就是那个局第一天打到快要结束了，就是到3个人大家都走了，很累，我们已经打赢快24小时，然后就剩下我跟2个玩家，我们打 3-handed， 继续打了在1天这样子，对，然后最后几个小时第2天是 heads up， 就是只有我跟他。然后再加上第3天那个局开始有人又开始 fill up 到9人桌，所以我是从9人打到 heads up， 然后再变成9人桌，然后是打3天，然后都是就是一次都没有起来，然后就是就才上厕所。你是更喜欢打8人9人，还是你也很喜欢打 heads up？我对 heads up 是还好，我觉得最好的是6人桌或是五人桌。对，7个人也可以接受，但是我觉得8个跟9个是非常慢的。如果是打现场的话，我觉得我不太喜欢。玩家可以很就是只要去打最强的牌 ，starting hands 就是他们可以靠这个 strategy 去赢。我觉得是不太好的。我觉得 poker 现在这个方向就是要加一些 big blind ante 啊。我是说德州扑克就是2张牌，我不是说 Omaha 这些，我只知道说在美国的德州扑克应该是多一点的 ante， 多一点的死钱在中间，然后多一点的blinds， 可能3个 blind 啊，就是有点在勉强玩家要 aggressive 一点点，鼓励大家都来玩。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的技术都已经开始高很多，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个一些很多新的 game， 是因为在美国德州扑克已经很那么久了，就是大家都会玩的，对，所以要让它有趣的话，就是我觉得6人桌。这里有一个人问，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不错，就我自己也有经历过这个问题，怎样说服身边家人朋友支持自己打牌？我相信你也有过这个问题，你有说服吗？还是你就不管？其实我应该说，虽然说我很 lucky， 是因为我的家人是蛮传统的，但是在这个方面的上面，他们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我的成长的，他们的教我的就是继续去找你的路，就是对你想要去做什么，你就去试试看，应该是这样。当然是说
我母亲的话是，一开始是不同意不喜欢这个，因为他可能不太懂这个游戏是包括什么，他可能听到 poker， 我相信很多人今天还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提到 poker， 他们就一想到就是觉得是像21点一样，或是百家乐，或是这些其他的游戏，没有那么多技术的，但是他们不太了解的时候就会这种想法。现在年纪就是那么大，然后已经打那么久，他们知道我在做这个的话，就像我之前有说，我不会去跟家人去借钱，我不会去用这个钱去伤害人家，去做一些坏事情，的话，他们不会太多的criticism， 是你的自由吧？对对，有人问的，我先回答一下这些，因为还没有机会去但是我是用这个帮我念一下，因为怕讲错，所以我看。大神可以给新手玩家几个建议吗？新手建议 ，OK， 所以这个问题想回答的话是说，不要，如果有正常的工作意见，就是要慢慢来，对，应该是这样说，就不要急的去，这个局都会还是在，不会消失的，所以不要急的去太冲动，像我开始的时候。好，然后下一个是你线上的 WSCP 会参加吗？我还是比较喜欢现场的，就是说线上的话，我觉得可以打好玩，我会参加一些线上的GG 扑克的一些比赛，对，然后但是大部分的目标只是为了要跟大家聊天，然后同时就是给大家看到我，然后这是比较是好玩的方式，打一些小比赛在GG扑克。如果是说要去 WSP， 我就直接去他们开始 Las Vegas 有开始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去那边，然后去打一些现场的，对。会不会出点教学视频啥的？我这个是现在计划是想要one-on-one coaching， 就是1对1的教学，就是可能不是像出麦克的，就是 coaching videos 应该是不会，但是我现在愿意就是在亚洲的话，可以认识新的玩家，然后想要问我问题，我可以给他 one-on-one 的1对1的，是有开始在做了。现在目前是有一个网站是直接这个玩家可以直接填一些资料，然后让我去了解他的需要是什么，他打什么这样的局，看我能不能可以帮助。如果我觉得适合的话，我愿意去做 one-on-one 的。对。我替我这边的一个很多观众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了。好。你怎么看 GTO？ 我怎么看 GTO？ 我觉得好多人问。对，我觉得 GTO 当然是非常好用的学习的方式，尤其是在线上，就是对一些你没有打过的玩家，没有任何的历史的线上是一定要知道这些一些 concepts 这些 ideas，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打现场的，然后我刚刚说的就是现场的在 LA 的高尔的局都是人比较少，所以我都认识那些人，打过很多次，所以不只是 live bike， 就是平常也会有没有直播的时候都是常常打，所以对我来说这 GTO 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像打线上的会用到太多，就是当然知道说有些情况是还是会有，但是如果有机会可以去 exploit 的话，还是两个打法，值得学习一下。对，我真的觉得就是两边都要了解，这个游戏是一直在往上的这个一条线，然后你如果要跟这个游戏一起再下去，也要一起再打的话，你要跟着它这条线一起走。很好的建议啊。对，所以就是 GTO 当然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要去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下次其实可以一起在线上打，我觉得会很有趣。就是我可以开一个像在 GG 扑克那里开一个局，然后我们可以邀请，就像说一些其他的中国朋友，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连线，然后这样打，我觉得会很好玩。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这样我非常期待，一定要找时间啦。
是啊，我可能要先回去先研究全部你讲过我的影片，去听你讲，然后再跟你打，然后我们就打得比较好。好，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一定要找个时间做这个事情。我们具体什么时候做，怎么做，再来商量。可以。真的说了很多关于扑克的东西了。我相信大家应该，我自己其实想问的东西，这些主题都差不多。对，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然后对，谢谢 Ronnie， 就是很高兴可以终于就是跟你连线，然后聊天，然后看到讲我的手牌那么久，然后终于可以跟你这样子真的有聊天。我的观众都说哇 Ronnie 牛逼了，能请到 Andy 来做客，所以是我非常荣幸，我的荣幸。谢谢。